小天，还在找妈妈的丝巾呢。是啊，找到没有啊？找不到。可能是吹到阳台了，你去看看吧。哦。咦，是妈妈的丝巾啊！小天，在干什么？小天，很痛啊，忍住啊！看你还敢不敢爬上爬下了？告诉阿姨，你怎么这么调皮啊？我在帮妈妈找丝巾嘛。他说啊，看到妈妈的丝巾在阳台，碧霞也真是的，居然叫小天帮他找，他就跑出去找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二姐怎么可以这么做啊？万一小天有什么事怎么办呢？这个碧霞真是的，她已经没照顾小天了，还叫他找东西。大姐啊，今天幸亏有你啊！你们不要骂妈妈了，是小天长大了，我要帮妈妈找的。你看看你呀，还帮着你妈妈，啊！待会儿妈妈回来看到你的手受伤啊，她会很担心的。就算她再辛苦的，也要带你出去，不能扔下你一个。姨妈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告诉妈妈。最多我以后不调皮了。小姨婆、阿姨、旭哥哥、柔姐，你们也不要说。好吧，小天这么懂事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告诉妈妈的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小天，怎么这么开心？妈妈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。什么魔术？妈妈，你猜我哪只手有东西，输了要罚的？好吧，右手。好棒，妈妈你输了。你骗妈妈，你两只手里都有东西。妈妈输了要罚。好吧，好吧，罚什么？这是陪小天去看马戏。对不起，妈妈没有用，妈妈买不到票。不是啊，你看。你怎么会有马戏团的票？是表舅舅送给我的。表舅舅说我乖，所以他就请小天跟妈妈一起去看马戏。表舅舅说这马戏票很难买到的。那表舅舅还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会陪小天一起去看马戏。我想做空中飞人。哇，你这么重，你做空中飞猪还可以。空中飞人现在肚子好饿啊。表舅舅请你跟妈妈看马戏，那小天跟妈妈就请表舅舅吃饭好吗？我请客。哇，你请客？你的存钱罐有很多钱吗？妈妈，我想去尿尿。哦，那表舅就带你过去啊。不用了，小天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去尿尿了。不好，还是妈妈陪你去。不用了，厕所在那边嘛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对了对了，长大了自己去吧啊。怎么忽然间请我们母子看马戏啊？哎，你说错了，我只是请小天，我怕你不出来，小天不肯陪我。谢谢你的马戏票，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内疚，又或者想再收买我才这么做，我不会领情的。难怪你会这么累啊！你脑子想的所有的事都这么复杂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我所做的事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没好处的事你也会做吗？答应小孩子的事呢，就一定要做，
要不然他会记很久，不开心的。难道你想儿子跟你一样，整天都这么不开心？你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我真的看不清你什么时候想帮我，什么时候想害我。哦，你想说我刀切豆腐两面光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没好处的事我是不会做的。你只管猜猜我什么时候帮你，什么时候害你。姨妈，差不多这么高，穿着西装，没有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厕所里面没有，我问过人了，也说没看见。小天跑哪儿去了？我们分头找吧。我看小天只是贪玩，到处跑跑。去那边找找。姨妈，你说带我去找妈妈呢？是啊，你妈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再去找找她。哎呀，小天，我的戒指掉了。姨妈放心，我帮你捡。小天，小天有没有回来？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？没有啊，小天怎么会不见了？刚才你在电话里又说的不清不楚的。刚才看完马戏，小天说上厕所，一去就不回头了。你没到处找过？可能是小孩子调皮跑去玩了。我都找遍了，找不到他。小天会去哪儿呢？你看他会去哪儿啊？你们也真是的，怎么这么疏忽，由着小孩子到处跑呢？虽然是白天，但是满街都是骗子嘛。二姐，你不用这么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派人出去找小天的。打电话给小戴，叫他们也帮忙找。我现在出去准备车子啊。我们一起去找。玉霞，你留在这儿，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小天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小天不见了，你别太担心。不会，小孩子贪玩跑来跑去，哪有事情？哎，我去洗个澡，谢谢。不行。碧霞的婆婆回来了。我想问小天有没有找过你？好的，谢谢。小天，你跑哪去了？碧霞，还没有消息。我这个妈妈怎么这么失败？小天是我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人，为什么我偏偏这么大意呢？我这个做妈妈的怎么可以失败的连自己儿子都不见了？以后我还怎么做人呢？如果再找不到他，我就报警。碧霞，我知道小天在皇庭酒店。他怎么会在皇庭酒店？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他跟什么人？我找人查出来的，你快点去找他吧，快一点。小曼，快带小天转去别的酒店，不然会被那个人找到。知道。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，小天啊！小天。
你的。婆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自己做过什么，心里明白。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婆婆？你现在这么带走小天，我有权报警的。你去报好了。你为了争夺自己爸爸的财产，连儿子也愿意过继给人家，你不是利用你儿子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做妈？我没逼小天，小天自己愿意的。他那么小，懂得什么？你有没有问过我啊？他姓罗的，他是跟我们姓罗的。老公死了没多久，趁我去了美国，你连我的房子都卖了，还抢走我的孙子。你这个人呢，真是摸鱼肚、河豚心、黑又毒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你一定要把小天交给我。在法律上，我是他的妈妈。哦，讲法律是吗？不要紧啊，说呀，大不了打官司。小天呢，我是跟你争到底。好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是他的亲生妈妈，我一定会赢。走着瞧啊，一个连自己亲生姐姐都不帮你的人呢，法官会不会相信你说的话？大姐，你大姐也不帮你啊，站在我这一边帮我啊。要不是多亏他，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回到香港？谁知道你居然这么坏呀！哼，一个连自己儿子都扔下不管的人呢，你说会不会赢啊？朱碧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明知道小天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为什么要抢走他？你自己找来的，你别怪我。小天呢？婆婆，求求你把小天还给我。表嫂，你急什么呢？让姨妈先坐下来好不好？请问两位喝什么？奶茶。橙汁。是，谢谢。到底怎么样，你才肯把小天还给我？我已经入禀法院申请他的抚养权了。你要跟我打官司争小天？你很快就会接到传票了。荒谬！抚养权一定是归亲生妈妈，你们根本就不会赢。你说的是英国法律。姨妈一家都住在新界，是新界原居民。根据大清律例，小天绝对是属于罗家的。我们也是根据大清律例申请提出诉讼的。不过法律上的事，如果你不是很清楚，最好去找个律师争取一下。现在我们双方有争执，法官很有可能会把小天先送去男童院托管，直到有结果为止。男童院是什么样的地方，我看你也能想象得到。我看你也不希望小天在那种地方生活。好，小天暂时由你们照顾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没那么容易得逞。我是小天的妈妈，她一定会很快回到我身边。小姨，哎，在这里散步啊？是啊，医生说呢，怀了孩子出来走一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比较好。是啊。哎，到那边坐。哦，好。我有个客人呢，送了虫草给我，哦，我特地拿来给你吃。啊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其实呢，我现在大肚子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不用了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不要紧的，等你生了之后拿来补补身子了。借花献佛嘛，干嘛跟我客气？那谢谢了。那天啊，要不是你告诉我碧霞去酒店抢小天，我也来不及通知罗夫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上次你串通罗夫人带走小天，我以为你只是吓吓碧霞，原来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搞得要上法庭了。如果碧霞真的失去儿子，他们母子要分开的话，会不会太没天理了？她失去儿子就没天理，她害得我不能生孩子，难道就是应该吗？哦，那当然不是了。小姨，奶奶出事之后，
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说句公道话。如果你不帮我，就没人帮我了。我啊，总而言之，除了奶奶之外，数下来呢，你的辈分是最高的。我当你是朱家的长辈。总之，你一定要出来主持大局。你放心吧，碧云，我一定站在你这边。什么？原来是你通风报信告诉碧云，碧霞去找小天。这一次我聪明吧？现在碧云什么都相信我了。我真的，谁叫你这么多事啊？你真是多此一举，没事找事做。什么？可是你上次说叫我接近碧云，得到她的信任，现在我做了，又骂我。总之以后呢，我叫你做事你才去做，我没叫你做的，你就不要自作聪明。有什么事先问问我。那碧云还有没有什么动作呢？碧云还说过2天约了罗夫人见面，叫我跟她一起去。那我该不该去啊？去，那天当然去了。你又想干嘛？到时你就拉罗夫人他们全都一起到餐厅去吃饭，剩下小天在房里就行了。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有我的安排，你不需要过问。你别乱来啊！你不是想带碧霞见小天吧？不要啊！要是让碧云知道，我要倒大霉，很麻烦的。以后她不会相信我的。那我发觉你左耳进右耳出的。我刚刚才说完，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其他事情不需要向你交代。